在全球仍处于疫情魔爪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在南海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向我国发起挑衅。据最新动向，4艘澳大利亚军舰会于本周进入南海。众所周知，所谓自由航行根本就是借口，但是在美国的煽动和带领下，如今的南海却热成了一锅粥。在澳大利亚海军军舰进入南海展开军事演习的当天，美国海空防务力量分别派出一架 RC-135W 侦察机和一架 EP-3E 侦察机进入南海抵近侦察。次日凌晨，美国海军胜利号测量船现身西沙群岛东南海域活动。美军接连2天的举动足以说明，该测量船实际上在前一天就已经与美军军舰一起在南海活动了。而凑巧的是，澳大利亚4艘军舰与美军军机和船只同一天出现在南海，想来这是美澳双方协同的联动的军事行动。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频频叫嚣中国，全然不怕惹恼我军，不难看出是仗着有美国撑腰无所畏惧的态势。鉴于美澳两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如果说澳大利亚海军此次在南海展开军事演习是单独行动的话，估计没有人会相信。当然，在我军双航母出巡后不久，毕竟南海挑衅我国的可不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这2个国家。美澳联动的军事行动进行当天，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和法国军舰在冲绳附近海域展开军演。从媒体披露的相关信息可得知，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和法国军舰演习的地点是在宫古海峡。演习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魔州号补给舰与法国海军的叙尔库夫号护卫舰进行了燃料补给演练。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法日双边防务力量这场在宫古海峡附近进行的海上军事演习与我国防务力量有着重大联系。宫古海峡是我国大舰编队进入西太，尤其是南下南海的重要通道。因此，在我军双航母出巡之际，法日双边防务力量在宫古海峡附近的这场演习，其军事意图不言而喻。对于美日法澳在南海的群魔乱舞，使得我国人认清一个现实：美国想拉拢第3方、第4方，甚至更多的国家进入亚太地区，企图用武力压服中国的危险做法绝非玩笑。就目前来看，美日法澳等更多的国家都在逐渐逼近南海，围堵追逐之势愈演愈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我国也无需太过紧张。在中国家门口搞事情，这不是找打是什么？真要是把我军逼急了，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无法从亚太地区全身而退。不过话说回来，我国也不能放松警惕，要时刻提防某些国家狗急跳墙。法国参议院6日晚间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19票弃权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案，鼓噪支持台湾参与各领域国际组织。台媒也把法国这一决议案视作台湾重返国际社会的一丝曙光。其实法国外长在2020年这一年的时间就不停地提交议案，鼓噪支持法国政府持续采取具体行动帮助台湾。那为什么这一议案是在6日才正式通过呢？首先是5日七国集团外长会的召开，外长会发表集体声明，在声明里声称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等国际组织。七国集团上的各个国家各有各的算计，唯独在对付中国方面是一致的。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峰会也给予了法国勇气，似乎 G7 的声明就能代表全世界人民的意志，法国就能顺势挥舞 G7 的正义大棒，四处捣乱。与七国集团会每次四处点火相反，G7似乎处于这几年来的最低点。尽管法国这些年来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但随着结构性不平等的扩大，显然法国对其他国家失去了吸引力。但是法国政府似乎并不认为法国处于如今尴尬的状况是由于法国自身的问题，反而把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归咎于中国的崛起，认为是中国的发展导致法国不能如之前几十年一样可以噗呲进去就能拥有大量的财富，想方设法打压中国。这种凡事不从自身找问题，反倒先找别人茬的毛病，也是西方国家的通病了。其次就是美国作为七国集团的老大哥，美国在背后的煽阴风点鬼火也是有不小的功劳。美国老大哥发话了，法国作为小弟自然是跟随行动。再有就是法国经过长达1年多的努力，再加上中国等国家在研制新冠疫苗上的进展，法国度过了新冠抗疫最艰难的时刻。虽然控制疫情的能力远远比不上中国政府，但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美国印度等的放任自由还是要好许多。换而言之，法国政府闲下来了，没什么事了，又想找事了，从来都是被破坏容易建设难。与其真的去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多做实事，还不如直接在国际社会中制造矛盾，好浑水摸鱼。法国之所以屡屡翻浑，不是因为法国政府蠢，反而是法当局太精明，小算计太多。或许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妄想搅浑中国的水，好趁机得利，那是白白做梦。所谓的声明和议案，中国人民只把他们当作笑话听。
近日，澳大利亚驻菲律宾大使史蒂文·罗宾逊在一则简报会上证实，澳大利亚造船公司奥斯塔将收购韩国韩进重工旗下位于菲律宾苏比克港造船厂。目前该收购计划接近达成。据悉，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是南海极具战略意义的重要港口，在这儿不仅能够一天内横穿南海，而且能够靠近越南以及中国沿海。如今澳大利亚计划收购该船厂，一旦成功，也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将获得南海方向的一大桥头堡。这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频频在军事上与中国作对。在此之前，澳大利亚4艘军舰刚进入南海展开军事演习，其军事挑衅意图不言而喻。澳大利亚为了向美国示好，试图用这种方式登上美国的战车，与美国拉近关系。如今又打苏比克港造船厂的主意，想来也是为了美国以及其盟友军舰挑衅南海做准备。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铤而走险挑衅中国已经到了非常疯狂的地步，真不知道是说澳大利亚太过于忠心还是愚蠢呢？不屑余力地配合美国在南海甚至是台海等多个地区搞事情，美国当真会感动吗？对于美国来说，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充其量只算得上对付中国的棋子。尤其是自拜登上台后，美国加大力度拉拢多个国家进入南海，就是想向中国打组合拳，利用多个国家的防务力量挑衅遏制中国崛起。可真要是中国发起反击，不难想象美国会是第一个跑路的那个，毕竟为了棋子损失自身的利益，不是美国会干的事。换句话来说，作为目前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最不缺的就是跟班了。除了澳大利亚，还有英国、日本，甚至是印度。不过澳大利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比美国更猖狂，竟然开始在南海战略港口布局，不想让中国好过。澳大利亚是不明白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吗？其实是明白的。澳大利亚海军虽说号称南半球最强，但主要家当加起来总吨位数也不超过18万吨，而中国海军总吨位数已经达到了220万吨。挑衅中国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可竟然明白为什么还要挑衅。分析认为，或许是因为澳大利亚认定背后会有美国撑腰，中国奈何不了他。对此，不光是澳大利亚打错了算盘，就连美国人也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中国的反应很可能会让美国跳脚。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一旦澳大利亚触及到中国的底线，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正义之拳的有力回击。美国以为澳大利亚这是在帮自己，实际上反倒是害自己。激怒中国只会导致中国反击的强度更加猛烈。6日上午，解放军军机再次逼近台海西南空域。根据岛内绿媒的相关报道，攻击一早就进入，高度3500公尺，随后被台空军广播驱离。这段时间以来，我军军机频繁进入台西南空域巡航，已经不再是稀罕事件了。自5月到现在，这是解放军军机本月累计进入台空域4天，台军本月广播驱离记录共6次。台海本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近年派出军机也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以及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大陆在向包括美国、台海在内的多个觊觎分子发出警告，解放军有决心也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对于中国的态度，实际上岛内人不是不清楚，可仗着如今有美国在背后撑腰，他们更有了底气，将会惹怒我国的所产生的可能后果抛到脑后。可中国是吃素的嘛，在多次警告无果后，中国也就没必要再顾及所谓的友好关系。值得一提，早在上个月大陆军机频繁进入台西南空域巡航时，台军就曾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反制，包括在台海周边空域对我军军机设有警告区、监视区和摧毁区在内的，还有所谓绝不让我军逼近台海本岛30海里空域的反应红线。30海里是防卫台本岛的红线，不得不说这简直可笑。在解放军军机逼近台西南空域的第一天开始，我军就已经做好了台当具有进一步恶劣表现时派战机飞越台岛以宣布国家主权的准备，与此同时也做好了台军一旦开火就给予强硬反击的准备。台军不在解放军军机第一天进入台西南空域巡航时画下动武红线，偏偏在中国态度越来越强硬的时候画下这个红线，可以说没有任何意义。此次解放军军机再次逼近台西南空域，就足以说明我军根本不在意台军画下的所谓30海里动武红线，完全将其无视了。我军并不会因为台军画下红线就不敢来，反而会来得更加频繁。该区域本就是中国的领空，如果台军不适应，说明我军军机来得不够多，来得多了自然也就会适应。我军并不在意台军画下的红线，就算画下了动武红线，该来的我军照样会来，这样反而暴露了台海它的防空能力，也就在30海里了。如果再近一点，估计也就来不及反应。总之，在台军下达开火预警的信号后，我军军机照样频繁进入台西南空域，令我国人大快人心的同时，我国人也非常想看看台军是否真的敢开火。说句猖狂的话，有本事就开火试试看，我军就没带怕的。